大家好，我是美厨娘丽丽。剩馒头如何处理，是一个困扰很多朋友的问题。因为是剩馒头，再热一下的话，口感和味道就不如刚做出来的。今天就分享个剩馒头非常好吃的做法，淋2个鸡蛋，做出来之后焦香可口，麻辣鲜香，很营养，很简单，很美味。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2个昨天吃剩下的馒头，这个馒头我们最好放冰箱冷藏1个晚上，这样切的时候呢才不容易散开。我们把馒头放到案板上，先给它切成厚片，厚度约1到2厘米左右。切好后再改刀切成长条，最后再给它切成小方块，你不用切得太大块，像视频中这样的小块就可以。切好之后把它放大碗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一个去皮的土豆，先给它切成薄片，也不用切得太薄，厚度约1厘米左右。再改刀切成长条，也是宽约1厘米左右，然后再改刀切成小方块。全部切好之后把它放大碗中，刀上的清水没过土豆，用手抓洗一下，把土豆表面的淀粉给它清洗掉，这样土豆就不会氧化变黑了。先放一旁泡着备用。接着再准备2根火腿肠，给它切成小圆圈，宽约1厘米左右。切好之后把它放入盘中。再准备几瓣大蒜，先给它切成蒜片，再剁成蒜末，尽量剁得碎一些，这样蒜香味会更加浓郁。剁好后放入盘中。再准备几根小葱，把葱白和葱叶分开，先把葱白切成小段，切好后放蒜末的盘中，再把葱叶切成葱花，切好后放另外一个盘中。再准备几个小米椒，给它切成小圆圈，不喜欢吃辣的可以不放。切好后放入盘中。现在我们的土豆已泡得差不多了，再把土豆控水捞出，放入盘中备用。起锅烧热，多放一些油，开大火把油温烧至6成热，放1根筷子下去，周围能迅速起小泡泡，说明油温已经可以了。再把土豆倒入锅中，开中火慢炸，炸的过程中要不停地翻动，让土豆受热均匀，大概需要炸4-5分钟左右。把土豆炸至表面微微发黄，再把火腿肠也放入锅中炸一下，这样吃着会更香。再用铲子搅拌均匀，大概需要炸2分钟左右，炸至土豆表皮金黄并且微微变硬，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。再用漏勺控油捞出，放入盘中备用。接着准备2个鸡蛋，把它倒入小碗中，用筷子搅散。搅散后，再把鸡蛋液均匀地淋在馒头上，全部倒进来后，再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每一块馒头都能裹上一层鸡蛋液。最后搅拌成这样的状态就可以，先放一旁备用。锅底留少许油，油热后把馒头倒入锅中，用铲子给它整理平整，先不着急翻动，先用中小火煎1分钟，把底部煎至金黄。1分钟后用铲子翻一下面，再继续用中小火再给它煎1分钟，把另外一面也煎至金黄。另外一面也煎至金黄后，再用铲子翻炒一下，把馒头炒散开，全程中小火慢慢翻炒，炒的过程中要不停地翻动，防止炒糊了。大概需要翻炒3-4分钟左右，把馒头炒至表皮金黄，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。再给它盛出来，放碗中备用。另起一锅放少许油，
油热后放葱蒜末和小米椒，用铲子翻炒一下，给它翻炒出香味。炒香后，再把馒头、土豆和火腿肠倒入锅中，继续用铲子翻炒，给它翻炒均匀，大概需要翻炒2分钟左右，翻炒至馒头、土豆和火腿肠入味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翻炒入味后再来调一下味，加2勺食盐，加适量的花椒粉，再加2勺孜然粉，最后再加2勺辣椒粉，再加2勺白芝麻，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，让所有食材均匀的裹上一层料汁儿，大概需要翻炒2分钟左右。炒匀后，最后再把葱花放入锅中，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。再把它盛出来，装入盘中。一道美味的五香馒头就做好了，四香味俱全，看着就很有食欲。馒头煎一下，再像这样炒，吃着外酥里软，而且加了孜然和烧烤料，吃着麻辣鲜香，太好吃了。加了火腿肠和土豆，更加的营养美味。这样做的馒头真的是下饭又下酒，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。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，咱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